我们红茶呢可以分为小种红茶、功夫红茶和红碎茶。那么在干燥的工艺上来讲，小种红茶的它的特点就是有一个工序叫过红锅。过红锅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将锅温烧到200度，这时锅里会见红。那么再将这个发酵好的叶子呢，再放到这个锅里面，进行翻炒，将叶子炒柔软之后再出来，然后再进行煮火来进行烘干。那么，条形的这种功夫红茶呢，就是我之前视频里讲的，分2次，一次是打毛火，第2次是打煮火。打毛火呢，大概130度左右；第2次呢，煮火烘干是80-90度的样子。那么第3种就是红碎茶，红碎茶的干燥方式呢，也是有2种。第一种方式呢，它是一次性烘干；第2种方式呢，也和我们功夫红茶是一样的，也是分为2次。我一会儿用2种方式来进行烘焙，一个是呢一次性烘干，第2个呢就是过红锅之后再煮火烘干。就是红茶的烘干呢，就是有2个目的。第一个目的呢，就是终止红茶继续发酵，已经发酵好了，那么我们进行一个酶促氧化的一个终止发酵。第2个呢，就是烘干，就是这2个目的。我们刚才讲了干燥的3种方式，那么我一会儿这个红茶呢，我分为2种方式来进行干燥，分为2份。这一份呢，就用一次性烘干的方式，也是红碎茶的这种烘干方式。这一份呢，就结合那个小种红茶的烘干方式。我打算用这个机械进行红茶的一次性烘干。那么首先是温度我先调115度，115度呢烘大概，因为水分比较重，烘个10分钟的样子，到时候再闻香气。一次性烘干的时候要特别注意，如果温度过高呢，就会较容易形成这个红茶的这个香气啊，就容易出薯香或者是高果香，所以这一次性烘干呢是需要特别注意的。我这个机械已经预热了，现在温度已经是113度，我现在就可以把茶叶放进去了。撒在筛子上呢，这个摊叶量呢要薄一点，这中间不要成团。那么刚开始呢，因为我们发酵液呢湿度比较重，虽然这上面它的水汽可以从这上面出来，但是还是不够。那么像我们这种一次性干燥的话呢，这个门要虚掩着，给它留一个缝，让它水分更好的散发出来。大概几分钟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门给关上了。那么10分钟以后呢，就温度低一点，75度的样子，低温长烘至竹干。我设置的是1个小时，1个小时之后呢，如果水分达到了就可以取出来了。如果干度还没达到，那么就继续延长烘干的时间，一样也是低温长烘。因为条件限制呢，我一会儿用这个杀青机进行过红锅。那么我的温度设置的是160度，现在温度已经慢慢起来了。等达到这个温度之后，我再进行过红锅。过红锅打毛火之后呢，也是低温长烘，80度左右，直至烘干。